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冬天到了，把黄豆倒进锅里面炒一炒，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作用，解决了许多中老年人朋友的大烦恼。做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但是这个做法有很多人并不知晓。那么赶紧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看完之后记得收藏起来哦，以免要用到的时候找不到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看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准备300克左右的黄豆，不需要太多，因为如果你第一次尝试，可以先试一试再加量哦。黄豆有很多朋友喜欢炒着吃，或者是拿来打豆浆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因为黄豆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纤维素、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。先把准备好的黄豆给它倒入碗中清洗，洗的时候咱们建议放上一些面粉，然后把面粉和黄豆均匀的抓拌一下，这样可以很轻松的把黄豆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。因为面粉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，无论你平时用来清洗黄豆、葡萄干、红枣或者枸杞都是可以的，直至将每一粒黄豆上面都裹上一层面粉就可以了，如视频中这样。最后再加入水，这里建议使用温水，因为温水比较容易将上面的面粉给洗掉，只需要用你发财的手这样抓洗就可以了。朋友们到这里可以看见，经过清洗的水其实还是比较浑浊的，所以黄豆无论你平时用来打豆浆或者用来炒着吃，食用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哦。最后用漏勺把洗好的黄豆过滤出来，然后再次用清水把洗过的黄豆冲洗一次，以达到清洗的效果。这样就可以把黄豆表面没有清洗下去的面粉给洗掉哦。当然也可以像这样在水中再次给它洗一洗。这里我们黄豆并不需要经过浸泡，只需要把它洗好就好了。洗好之后捞出备用。然后我们先把锅里面的水分烧干，直到锅里面散发出较高的温度，我们这里把火给关小，然后将清洗干净的黄豆倒入锅中，用小火开始慢慢翻炒，一定要有耐心。如果用大火，一不小心就会将黄豆给炒糊，这样不仅会大大的影响口感，最主要的是也浪费了食材。那么黄豆我们到底要炒成什么样子呢？先把里面的水分给炒干，然后你就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并且还能闻到炒出来黄豆的香味。当然看也是能看出来的，因为我们可以逐渐看见炒黄豆的时候，它表面已经慢慢的开始已经有炒至干的迹象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用锅里的余温再把黄豆炒一炒，最后炒出来的黄豆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近距离看一看，焦黄焦黄的颜色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它倒入盘子当中，然后将黄豆给它扒拉开，尽量不要让它们堆放在一起，这样可以加速让黄豆放凉。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块洗干净的生姜，不需要太多。
先把生姜给它切成片，然后改刀切成生姜丝，最后再把它切成生姜颗粒。如果有耐心，可以将它放入捣蒜器中，给它捣碎哦。切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黄豆已经放凉了，然后准备一个这样的密封罐子，如果没有，也可以用完来代替。如果用完，我们捣完之后一定要用保鲜膜给它盖上，然后将黄豆倒入密封罐当中。倒黄豆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像我这样撒的到处都是。接下来再把切好的生姜颗粒也倒入密封罐当中，然后我们需要用筷子把生姜和黄豆搅拌搅拌，让它们分散的均匀一些。最后一步，把陈醋倒入黄豆中，将黄豆和生姜颗粒浸泡。由于黄豆不是很多，因此陈醋也不需要倒上太多，陈醋大约没过黄豆2公分左右即可。最后晃一晃，再把盖子给它盖上，再次端着密封罐给它这样晃荡晃荡，最后只需要给它浸泡3天左右时间。现在天气渐冷，不用放进冰箱，直接在常温下进行浸泡即可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咱们再端出，把盖子打开，再用勺子盛出来看一看浸泡过后的黄豆是怎样的。我们把距离拉近，可以看见经过浸泡后的黄豆已经变得发胀，而且已经变得软软的，这已经达到了我们想象中的效果了。那么通过陈醋泡出来的黄豆到底要怎样吃呢？其实吃法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盛出2-30粒黄豆，再加上一些醋汁。当然这里建议早上和晚上都吃上一次哦。口感酸酸的，还有黄豆的香味，当然也可以搭配着面条或者稀饭之类的吃。坚持吃上一段时间，你会有惊喜和发现哦。不要看制作方法简单，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哦。如果你知道了它的作用，那么赶紧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